歡迎來到少主力的魔玩頻道。魔方計算網的最後一款成員烙鐵終於來了。來看一下小小的載具形態，純尼龍的材質，用了很多的燕尾鎖扣和維度鎖定，所以整個的一體性非常的棒。兩個輪子都是外圈運作的結構，所以也是可以推車滾動的。武器這回也有很多的搭載形式。首先前輪跟這樣去搭載，我們還可以用這個短一點的扣子插在前方，這樣相當於讓兩個炮更靠前、更居中了一些，或者扣在肩膀上，变短加寬，包括這個位置，或者索性用後邊的方桩子插到車頂，變成2管高射炮，還能把这2個握把折下來，插在腳後邊的這個洞裡。這麼多的插孔可以隨心所欲的按你的需求拼搭。其實設定圖裡是一左一右這樣去安插的，但是魔方帶了2套，來對比一下載具形態的效果吧。該有的一些元素其實還原的還是非常到位的啊，比如前輪這裡的一些細節刻畫，中間這一塊黑色，中間圓圈燈的位置。外側這一塊胳膊變成的相當於發動機，但是最大的區別是上方這裡的駕駛艙，魔方的這個會顯得寬一些。考慮到這是人的2條雙腿，這個地方做質量轉換的話，在小比例的玩具上面確實也沒有太多的空間了。其實最後變合體形態從人形變會比較方便，所以我們的結構順序從載具形態到人形，最後來合體。首先变形第一步，上邊的頂蓋拆開，下方這裡有4處結合的位點，給它撬開，上下半身分離，順着後邊這裡有2個結合在一起的蓋子，90度打開插扣，後半個中間這裡有一個小鎖扣的位置，左右打開，然後上方這裡2個燕尾插扣就已經掰鬆了，給它拉起來，對折收面板。1段卷，2段卷，給它卷起來。順着後方這裡有一個插槽，雙段關節折疊一下，給它扣上去。中間的2只腳，這裡又有燕尾的鎖扣，我們搓一下，把這2塊撐開。然後腳尖的位置，根部有一個小的滑槽，往側方向推一下。現在順着中間所有的插扣，就可以把2條腿分開了。通過胯部的關節旋轉一下，跟這樣打開會方便操作一些。前方的半個黑色車燈位置，根部有一個插扣，把這個地方卸鬆。接着上下2處的燕尾鎖扣，把這一節打開，再拉出根部這一塊的板子和大腿上邊的一個插槽。這一塊的結構，如果你玩過他們家之前的混天豹，你會發現一個統一的設計風格啊，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結構。而且全尼龍的材質，別看這個板薄。隨便擰吧，沒有事兒的，很結實，韌性很強。車窗的位置給它打開，裡邊的片1段卷，2段卷，給它收進去。順着這一塊的關節，裡邊的雙段拉長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有一個轉軸，我們擰個180度轉過來。接着膝蓋這裡有一個插槽，對應這裡鎖上。後邊的腿肚子合回來，小腿內側的這塊面板，把黑色的車燈轉進去，往回放，注意上下的燕尾鎖扣對應，插合，腳放回來。膝蓋的這個位置，在載具形態和合體形態下都要往下搓動一些，人形的時候，往中間居中一下。2條腿变形完成。腰部這一塊黑色的零件。和小臂上有一個插扣，給它打鬆。後輪這裡左右黑色的零件還有2個插扣，給這一塊也撬開，它是夾在這個凹槽裡面的。我們把這個後輪往中間折疊，最後人形是收到這裡邊的。前輪的位置打開翻折，根部這裡的2個插扣，往後翻，左右這裡打開這2片支撐的位點，然後再往下翻折180度。把這一塊收到一個最小的空間，中間黑色的這一塊支撐零件放到凹槽裡面。現在就可以把胸甲左一片，右一片延展開，腦袋藏在了這裡面，180度翻折出來，脖子90度再立起来。側面的黑色连接零件收起来，对折放到腰的裡邊藏好。接着把腰部90度旋轉上來，一個滑槽插下去，插到底之後，側面這裡有燕尾的鎖扣，
對應腰部這一塊和後方的原裝同時鎖定，另一側也鎖下來，夾成腰部。背後輪子這裡的2個插口結合，這一塊再疊上去，小臂順着這裡打開，拳頭翻轉出來。对比一下還原效果，人形其實整體的身材比例是有做修正的，更符合了现在的一種審美感觉。但是其中的這些元素点缀的效果又是能和動畫片裡邊一一對應起來。後背对比一下，設定圖又畫錯了，怎麼這個輪子又放在肩膀上了呢？其實跟机關炮一樣，在後期作畫崩壞，這個是常事兒啊。輪子確實應該在中間，也是放在了背後的位置。腿肚子後方立起來的这2個小板子也還原了出來。光學鏡是藍色的金屬漆塗裝，小臉做的還不錯啊，但是有一種刀削臉的感觉。脖子是獨立的關節，抬頭可以達到90度，360度旋轉，也是因為變形結構的需要，這個位置還能低頭，就是有點脫肉了。肩膀360度旋轉，平舉的話可以舉到很高的幅度。二頭肌360，胳膊肘一段關節，屈臂的幅度可以達到135，手腕這裡是球形關節。背包收納的效果還是不錯的，胸口腋下這一塊也是填得滿滿當當。腰部360度旋轉，獨立的彎腰關節，裡邊有2個插扣，插的還是挺緊的，鎖上。裙甲打開，前踢可以達到90度。後踢的話，大概能踢個20-30度的樣子，側抬90度也沒有問題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轉，膝蓋變形的雙段關節可以完全對折起來，腳部左右大範圍接地，前後变形需要還能稍微的活動一點。变形時候注意這一塊的滑槽一定要推到居中來，不然的話，你這個腳放在這兒就有點像羅圈腿了。武器全部裝在身上，這個火力看起來也是挺猛的。那我們也是来把它变成合體的形態，先把這些配件都摘掉。第一步也是把拳头收起來，這個拳头轉不轉都可以啊，因為袖口裡邊的空間給的是管夠的，隨便放。順着二頭肌旋轉180度，胳膊肘這一塊135度折到底，然後把肩頭向後折45度。背後的輪子我們先把這一塊拉開，腰部解鎖開側面這裡的卡扣，燕尾鎖都給它張開，滑槽拉出來，把後輪放出來，腦袋180度翻折進去，脖子向後折疊90度，收納好。然後胸板上方的這一塊橙色零件對折放到裡面去，滑槽拉下來，再把胸口這一塊完全鎖定。背包扣合回來，這裡的插扣鎖到底，接着用袖口左右這2塊小的零件搭這2個扣子，給它咬住。為啥要從人形變合體呢？這個操作的步驟是最少的，也是模仿傳統小比例的組合。膝蓋這裡雙關節先搓下來，腳部打開，這一塊面板燕尾扣子打開，這兒再拉出來，小腿肚子這一塊三角區騰開空間，膝蓋的扣子卸出來，接着順着裡邊 Z 字折疊，把腿部縮短。縮短的同時，這一塊面板往上貼合，跟大腿這裡進行鎖定，同時往下扣合捏緊，上方下方的燕尾扣子把這裡全部夾住，鎖定。腳丫子再放回来，2條腿中間所有的扣子锁在一起結合。注意脚丫子的底下又是一個燕尾鎖的上下套住，掏出來合體的外掛部件，這一塊面板上邊的插扣鎖上。腳左右分開以後，這個空間剛剛好鑽過這一塊，手腕這裡的鎖扣插進去。那麼這一款的烙鐵我們就變成了計算王的這條胳膊。其實這一次烙鐵裡邊帶的配件是最多的，除了組合的這塊手臂的零件，還有合體的大槍，單體這麼多的武器，最關鍵的計算王的大肚兜帶在了烙鐵的盒子裡。所以下一步正式進入模仿小比例計算王的合體篇。